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8号。6月8号，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是6月9号，就是当地时间6月9号就开始了。那么今天已经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进行了整整1周年。那么这1年下来，香港反送中运动它所爆发的民众那种反对专制、反对中共、破坏香港一国两制的那个斗争形势，是让我们很鼓舞的。这1年的斗争下来，香港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因为美国通过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力的支持香港人民，他们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反对中共在香港强制推行国安法。所以说，香港人民本身他们的这个斗争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也就是全世界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众这种抗议行动是给予高度肯定的，也是我们热烈期待的。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民都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但是呢，3天以前，香港这个抗争运动里面的一个代表人物叫黄之锋。黄之锋大家都知道，他是在2014年黄雨伞运动就崭露头角的一个青年政治新秀。那么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中，黄之锋呢又扮演了非常多的政治激进的角色，所以说大家对他是比较看好的。但是黄之锋他在3天之前发表了一个推文，这个推文可以讲叫大跌眼镜。也就是黄之锋他发表了这么一个推文，他就是针对美国爆发的这个黑人骚乱运动，他说香港人民要跟美国黑人骚乱运动的这些抗议者们站在一起，要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在香港与压迫州斗争的和在美国继续抗争这些压迫斗争的人们要战斗在一起。也就是黄之锋把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这个斗争完全等同于美国的黑人骚乱，他认为美国黑人骚乱就是跟香港民主斗争抗争是一起的。所以说黄之锋发出这么错乱的一条推特，我不知道这是黄之锋他自己意识形态里面本身就是这种想法，还是他自己根本就没搞清美国骚乱是怎么回事。我不针对黄之锋这个人，不去批判这个人，他做了很多贡献，我不否认。但是我针对这件事，我针对黄之锋发表的这条推文，他给香港反送中运动带来多大的伤害，他让很多美国朝野的政治人士看到这条推特就看傻了。因为黄之锋发的这个推特是跟在一个香港在美国参与美国骚乱抗议民众里面支持美国这个黑人骚乱的这个运动后面，他发了这个推文，是个英文推文。那么在美国朝野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很多美国的政治家似乎完全不能理解啊，反送中运动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支持的，他们知道香港人民是一种正义的斗争，是一种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美国这个完全是反对政府的一种骚乱运动。难道美国这个被一个恐怖组织叫安提法操纵的这个黑人骚乱运动就等同于香港的那个争取民主运动吗？那美国人为什么要支持你们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呢？你们原来跟美国的这个骚乱是一样吗？所以说你作为黄之锋，作为香港反送中运动里面一个代表人物，你讲出这样的话，你把美国的黑人骚乱运动等同于香港的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你就是破坏了香港民主运动，你就是让共产党最高兴。因为共产党华春莹才不断地把黑人骚乱运动等同于你们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共产党他所有的大小媒体都宣布，美国现在产生的这个黑人打砸抢这个骚乱运动就跟你们香港的骚乱运动一样。那么你们美国的政客为什么你们反对美国的黑人骚乱，你们却支持香港呢？香港和你们美国一样吗？如果你美国政府要打击、要控制、要认为他们是打砸抢，那香港也是打砸抢啊。所以说共产党是这个语调。因此黄之锋作为一个反送中的代表人物，你怎么能把香港人和美国黑人骚乱捆绑在一起呢？香港的反政府运动是反对独裁、反对专制、反对中共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反对中共违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而美国的黑人骚乱它是一种反政府的运动，是反对民主政府的运动，这就是香港和美国反政府的根本区别。难道黄之锋作为你一个长期从事政治斗争，至少你已经从事了6年了，你真的认为美国的黑人群体和香港人民一样受到专制的压迫吗？美国的黑人在美国现在是受到压迫、受到压制、受到跟香港人民破坏他们的自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发言权，他们是处处受到专制统治的这么一个群体吗？我就不知道黄之锋你讲这个话，你是在害香港人，你还是在帮香港人？就从现在这个言行，就会让国际社会对香港另眼相看啊！国际社会认为我们支持的香港，难道就是美国的这个黑人骚乱运动吗？所以说呢，
黄之锋他自己一不小心就走向了那些职业政客的所谓政治正确的道路。你看，美国有很多政治家，类似于像希拉里啊、奥巴马啊、拜登啊，他们这一类。他们这些人，你看起来他们一生都致力于人权，致力于民主事业，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他们就是职业政客，他们需要是用各种社会素材来填充他们那些虚伪的概念，成为他们装逼作秀的噱头，他们不会解决任何社会问题。香港的问题今天根本不是什么要推行在香港进行民主治理，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的好得很，一直有，香港这100多年来一直有民主自由，有独立的法治，只是香港现在被中共收回来以后，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中共破坏了中英联合香港声明，中共破坏了一国两制，中共现在在香港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民众他们争取的是反专制的斗争，怎么能跟美国黑人骚呢能够同日而语呢？中共现在对香港就是要野蛮的镇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推出国安法。中共港澳办的这个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已经明确说过，中共要不惜一切代价解决香港问题。美国说过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解决黑人问题吗？张晓明他明确就认为香港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央政府，推翻中国共产党。就其本质，是香港内外反华反共势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对立。他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搞乱香港，在香港夺权变天，而且要推翻国家政权，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家想想，现在不是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中叫嚷，要让香港成为嵌入中国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吗？不是有人誓言要为美国而战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底刚刚发表的声明，不是还透露说，美国一度希望自由和繁荣的香港能够为威权中国提供榜样吗？所以他们要为了保政权，他们必须要镇压香港的民众的和平抗议。而美国是在镇压和平抗议吗？所有美国的和平集会、和平抗议，美国年年有，从来没有政府或者军警对和平抗议进行过镇压。美国现在的骚呢，根本不是和平抗议，是打砸抢烧。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建筑物被烧毁，无数警察受到攻击，很多警察都被现场打死。而且现在黑人喊出的口号，居然变成了叫做“黑人命贵”。他们这个黑人命贵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在美国很多城市，他们要求白人给他们下跪，甚至美国都发生了北卡的这个叫 Cary 的城市，有当地的白人，他们主动把黑人拉去给他们洗脚，给他们下跪。这也就是黑人在全美掀起的打砸抢烧这个运动中，他们不仅仅是制造了大规模的骚乱，连教堂都烧掉了，而且他们现在高喊的叫黑人命贵了。这不是黑人和白人平等的问题，是黑人的命比你贵，所以说黑人现在要求白人下跪。到了下跪这个地步，你觉得是不是侮辱人格的地步呢？可以讲，在硅谷湾区有一个城市叫 Fremont， 他这个市长是一个亚裔，是个女市长。当时在黑人集会上面，女市长在黑人集会上面讲话，所有的黑人就要求这个女市长当场跪下，但是这个女市长坚决拒绝了这种侮辱人格的这种要求。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是当众啊，大庭广众啊，女市长她是没有跪下。问题如果1对1呢？我就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我不能发上来，这个视频我可以发到我的推特上，因为发上来以后YouTube 会警告 ，YouTube 不允许在节目里面发任何跟骚乱有关的图片和视频。这个视频就是一个黑人小伙子，他在马路上面，他就在马路上当街上面随意喊住了一个白人女孩，这个女孩我看上去也就20岁不到，他就跟这个女孩讲，黑人命贵，黑人的命是命。现在弗洛伊德已经死了，你作为白人，你就应当对弗洛伊德的死要认识到你是有罪的，所以你现在给我跪下。这个黑人就命令那个白人女子跪下。你觉得这个白人女子该怎么做吧？现在是1对1，如果她不跪，有可能有生命危险，这个黑人有可能暴力袭击这个女孩。如果她跪下，毫无疑问是屈辱，毫无疑问不是她内心里面愿意给这个黑人跪下，愿意承认这个黑人命贵的。但是美国的这个社会骚乱现在就发展到这一步，你觉得香港人是这样做吗？香港人现在已经强调过，香港人的命比共产党贵吗？共产党会给香港人下跪吗？而且香港的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有任何要求共产党的官员当街下跪，甚至告诉他我们香港人的命比你不贵，
有过吗？香港人有过这样讲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黄之锋一个反送中运动的领袖人物，一个曾经在黄义传运动里面崭露头角的政治新星，你千万别把你的道路走歪了。你还很年轻，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左派，什么叫做自由，你追随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正义光明道路。今天中共在香港进行的是一个残酷的专制的压制，而香港人民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为了获得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民主、法治和自由，为了中共能够兑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一国两制，为了兑现这个目标，香港人在争取他们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而香港人并没有像美国黑人一样，他们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平等对待的情况下在那胡闹。美国的黑人，很多人说他是种族歧视，你觉得真的是种族歧视吗？美国的黑人，奥巴马都当选了总统，一个黑人都能当选总统，是种族歧视的结果吗？美国只有4000万黑人，也就是说4000万黑人把票全投给奥巴马，奥巴马也当不了总统，因为美国有3亿多人。毫无疑问，这是大部分白人都把票选给了奥巴马。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来讲，美国早就消除了种族隔离，因为可以讲，在过去黑人上公交车连坐座位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因为黑人们不断地要求的平权运动，美国最终就开始要求黑人和白人平等。这种黑人和白人的平等，首先是在制度上设计，在法律上设计。因此，美国现在无论是它的法律、它的制度，它整个国家社会里面对待黑人所设置的各种制度，黑人和白人都是完全平等的。黑人可以当选总统，黑人现在根本不存在他在任何地方受到丝毫歧视的问题，歧视是在心里面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制度可以改变，所有的法律可以改变，但是你那种压迫在心里面，你自己始终觉得别人对你要歧视，那是你一种超度的不自信。所以说，黑人每次碰到一点事情，他们都认为是白人在歧视他们。你有没有想过，美国的黑人可以讲，美国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0%几，但是美国每年50%以上的毒品犯罪和刑事犯罪都是黑人造成的。你有没有想过，黑人是一个高犯罪率的群体呢？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警察执法跟黑人打交道最多。如果是黑人警察击毙了黑人，没人有话讲；如果是白人警察击毙了黑人，那么这个白人就很可能是种族歧视。当然，我一点都没有为这一次所犯下罪行的这个白人警察开脱的意思，因为这个白人警察把他的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颈动脉上，导致弗洛伊德最终送到医院不到1个小时就死亡。毫无疑问，这几个警察的执法是有严重问题的。但是法治社会是什么？警察执法如果违背了国家的法律，警察执法如果违背了警察纪律，警察就要被控上法庭。现在这个警察已经被控上法庭，控上他2级和3级谋杀罪。另外3个随同执行的警察也同时被控这样的罪行，那几个警察也面临着40年的牢狱。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你警察执法，你错了就一定会惩办你。而作为黑人来讲的话，他如果犯了罪，那么警察对黑人犯罪进行惩办，这也是保障社会、保障法治社会、保障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一个法律基础。可以讲，今天发生的这个全美黑人打砸抢烧，而且高喊的黑人命贵，以黑人命贵为理由就要求白人下跪，就去砸毁白人、打白人，甚至他们可以烧掉代表基督、代表上帝的教堂。你觉得这种行为不是共产党的行为，不是共产主义行为，不是安提法这种恐怖组织追随共产主义的手法是什么呢？有哪一个有信仰的人会让你去把教堂烧掉？只有无神论者才会这样干。所以说，黄之锋，你一定要认清楚，今天在美国所有的这些黑人骚难和香港是完全是天差地别。香港人民是为争取自由，为争取民主，为捍卫他们的法治，为争取他们香港人民应该有的权利而奋斗。而美国这完全是一场被有组织、被恐怖组织操控的一个黑人骚乱，而且这个黑人骚乱是以打砸抢为主要手段，以破坏社会秩序为主要手段。难道黄之锋，你一个从事政治已经有6年的一个政治青年，你看不懂这一点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这么说，我们还可以认为他的政治水平低，分不清好坏。但是黄之锋作为一个多次访美、多次与美国政治家见面，讨论过香港的民主未来，有过多次政治历练的一个年轻政治新秀，完全应该知道美国现在出现的这种黑人骚乱，他们这种黑人对民主政府的冲击的这种状态，和香港争取自由、争取民主，香港民众要求中共兑现他们港人治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高度自治、
香港就是要求他中共去兑现他当年的承诺啊！这种要求，这种民主要求是香港人民最基本的要求，是中共当年在签订中英香港声明时候，他们对全世界承诺的。所以说，香港人民是一种民主自由的要求，和美国这种打砸抢骚乱，和美国这种黑人要求他们黑人命贵，要求白人跪下来，要求这个推翻美国的民主政府，这不是天差地别的事情啊！这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黄之锋，你凭什么从事政治呢？你6年前，2014年黄雨伞运动时候，你就已经参加了香港的政治革命、政治运动。那么几年下来，尤其是反送中运动，经历过那么多次斗争，你进进出出香港法院也有过那么多次了，跟共产党打交道也有那么多年了，应当了解共产党是一个什么吃人的、专制的一个杀人的制度，而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这一点你真的不了解吗？我不否定你从事政治的热情，我也绝对不是否定你这个人，希望你能够调整回来，因为你还很年轻，香港的政治道路还很漫长，希望你走好，不希望你跑偏。这是我今天针对你发出这个错误的推文，在美国朝野之间，在很多美国政治人士对这个推特已经有了极大的评价之后，我对你做出的一个政治劝告，听不听在于你。好，我们谈下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共呢，现在因为李克强讲过，现在全国人民大致有6亿人左右，他们每月的这个收入水平啊，大致在1000块人民币以下。李克强讲这个话呢，是讲了个大实话，因为讲这个话以后，就完全毁掉了习近平他所谓扶贫的成绩。习近平动不动强调全国人民现在已经奔小康了，2020年已经实现了小康，不光是习近平，王岐山都是这么去讲。那么在王岐山和习近平都认为中国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这个情况下，李克强告诉了大家，现在全国有6亿人，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块。那么这个话讲了以后，中共就觉得打脸了，所以说中宣部也好，王沪宁也好，就要求把总理的这段话把它下架。下架以后，但是你改变不了这种贫穷状态啊，改变不了就扶贫啊，所以中共又派出他这个副总理胡春华去扶贫。胡春华扶贫，他哪儿都不去，他首先去了梁家河。那胡春华到梁家河去朝圣，他什么目的呢？胡春华哪是去扶贫啊，完全是政治作秀啊！梁家河要你去扶什么贫呢？梁家河，习近平不知道给了他多少钱。习近平动不动不就说梁家河有大学问吗？梁家河现在不是革命圣地吗？全国的县团以上的官员不都是要到梁家河去学习吗？光他们来学习参观的费用，梁家河收的就收不完，他还要扶什么贫啊？所以胡春华到梁家河扶贫完全就是个笑话。他还指望着他可以接班呢，他以为他到梁家河去政治作秀去扶贫，习近平看了就满意了，将来习近平还会扶着他接班。胡春华不进清城就算他命好，孙政才已经进去了，胡春华是下一个要去的，他只要一步踩实，他就去了京城，他到哪有班接啊？他在那儿做梦呢。习近平再怎么接班，也会把这个班交给他信任的人，他也不会交给你胡春华。所以胡春华到现在神志无知，不知道自己几两重，他跑去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去朝圣，到梁家河去扶贫，他扶啥贫？中国有什么贫要扶啊？中国根本不要扶贫，中国送出去的钱如果发给老百姓，没有一家是贫的，家家都可以奔小康。根据中共《环球时报》的数据，近4年中，中共对外面的援助了多少？俄罗斯给了4000亿美金，委内瑞拉给了650亿。印尼给了500亿，拉丁美洲给了1180亿，巴西给了100亿，厄瓜多尔给了120亿，非洲给了600亿，安哥拉给了74亿，中东国家给了550亿。这么多钱相当于多少？这么多钱相当于6万多亿人民币。这个6万多亿人民币，如果给中国老百姓会是什么状态？如果把它分给国内的上市公司，国内的上市公司一共有3000家，每家可以拿到20亿。如果把它分给国内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以解决1000万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每家可以拿到60万块。如果把它用于三农，可以实现中国1亿农民奔小康的目标，平均每家可以拿到6万块。如果把它平均分给中国14亿老百姓，每家可以拿到4300多块钱。这就是给习近平送出去的钱，所以你要搞什么扶贫啊？中国早就不应该是贫，是因为你们把大量本来可以改变贫穷的钱全部给习近平送掉了，送给非洲，送给印尼，送给巴西，送给委内瑞拉，送给拉丁美洲，也就是习近平把中国人民的血汗全部送出去了。你们在送到外面的同时，你们还把非洲人把你们引到中国来，你们规定3个女学生要伺候山东大学的一个非洲男学生，你们每年给黑人留学生1年最起码给他10几万块。
到了这次疫情发生的时候，每个黑人你们要给5600块，这些钱有哪一分钱给到了中国人民头上？为什么中国今天不断的出现有杨改兰无花院这样的悲剧？那就是本来杨改兰无花院可以改变贫穷的，都给你们中共送掉了，都给你们把黑人接到中国分给黑人了，所以钱全部送掉了，没钱怎么办？没钱，现在连5毛都发不出工资来了。因此，人民日报现在已经号召要自带干粮。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赞赏自干五，要求大家都做自干五。为什么做自干五啊？没钱了哇，政府发不了钱给5毛了哇，5毛你就做自干五，自带干粮为共产党去歌功颂德。现在人民日报都公开号召大家都学自干五。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共他不怕堕落，他不怕什么难听，他也不怕自干五是多么的无耻，但是他就号召大家都去做自干五。也就是中共大家可以看到，他内外交困啊，经济一塌糊涂，现在靠摆地摊，政治上现在已经没有钱给5毛发工资了，现在都要自干五。而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呢？因为中共知道对他们清算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是100%，这个疫情过后是一定要对中共清算的。白宫都专门用他的推特发表了副总统彭斯的一个现场视频。彭斯有一个现场视频，他明确就表示，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对中共在冠状病毒他的所作所为给予他清算和追责，既包括他们已经对世界犯下的罪行，同时也包括他们该做没有做的事。What China did in keeping from the world the information that America and every nation on earth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as a travesty. That the fact that China suspended travel within China but allowed people to continue to leave the Wuhan area to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Now going forwar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what they did and what they failed to do to give the world the information. 也就是他们应该和世卫组织一起披露他们国家里面正确的数据，然后让全球都了解中国发生的这个疫情的状况，让全世界做好应对的准备。他们该做的事没做，而隐瞒疫情、隐瞒死亡数字，把所有的病菌恶意扩散到全球，抢购全球湾的救灾物资，然后导致的全球各个国家受到巨大伤害，这是你中共干的罪恶，所以说一定要追责的。而且这种追责，美国是有手段的。美国的彭博社就报道，彭博社我告诉你啊，是布隆伯格的，是比较亲中的，是完全左派的媒体啊。就连彭博社都这样去写，就说为了反制香港推行的国安法，因此美国准备出台一个打击中共官员在海外资产，尤其是在美资产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包括清查、冻结，以习近平为首，包括习近平家族都会被打击啊。习近平你要知道，他全家都在海外啊，他姐姐齐巧巧、齐安安，他弟弟齐远平，2个在澳洲，一个在加拿大，他们都是亿万富翁啊，他们不是一般的亿万富翁啊。我们光以习近平他姐姐齐巧巧和他姐夫邓家贵，他这个家族资产为举例，他们家里面就已经有将近4亿美金的资产，在香港就有7处房产，这个房产已经达到了5500万美元。齐巧巧的女儿叫张燕南，张燕南在北京的公司的资产有2个亿。齐巧巧夫妇是11家北京和深圳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也就是这个家族，他们就拥有数十亿的财富。这不过是习近平其中一个姐姐，他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而且还有很多彭丽媛自己的弟弟和他的妹妹，以及他们2家所有裙带关系不知道有多少。这只是中共一个家族，那你要知道，中共有500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家族，哪一家没有个几百几千亿啊？所以说，美国是一定要打击的。那美国打击，光打击中共，光美国一家打击是不够的，美国一定要团结联合全球正义的力量。问题是很多人不支持川普啊，不支持川普怎么办？你比方说英国他就一股心就想上5G 华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终就是警告英国，就告诉英国你一定要上5G 华为，美国就准备从英国撤军，至少是美国在英国不会驻防那些美国最先进的部队。这一下约翰逊有点慌了，所以英国首相现在已经决定要配合美国，要把华为在3年之内清到0。同时，英国做出反击，约翰逊已经宣布要封杀所有中国的公司，所有英国公司、学校、研究机构，只要跟中共有合作的、中共计划有收购的，全部要上报英国政府。如果有违反，他这个企业里面总监以上的人将被罚款和制裁，送到监狱里面去。
这是英国现在做出的反应，因为就说美国本来就要求你如果一意孤行，美国就撤军。那么同样在欧盟也是这样，德国是根本不理睬美国这一套，默克尔就一意孤行要跟中国合作，要把华为5G引到德国去。所以说，川普总统毫不犹豫就下令，就在昨天就下令撤掉1万个驻德的美军。那么这驻德美军一撤，默克尔就着急了，因为默克尔他们整个大家都知道，德国是战败国，战败以后，德国是不允许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的。整个北约都是靠美国来驻军，美国来保证欧洲的安全。但是美国来保证你欧洲安全，你欧洲人要出钱啊，至少是美国驻军的费用，你欧洲人要付啊，这就是保护费啊。人家美国有什么义务派庞大的军队，派最先进的武器在欧洲来保护你们呢？几十年保护下来，不然苏联早就对你们欧洲动手了。所以他们在北约给美国交管理费、交军费，承担北约经费这一块，他们拖拖拉拉，经常是拖的经费不给。美国在德国经常经费不到位的情况下，美国并没有为这个事情跟德国有什么不开心。但是你上华为5G，你就增加了美国驻防的这个成本。为什么呢？华为5G在你德国一安装，就意味着美国驻军的很多军事机密通过华为5G的网络就有可能给他们掌握了。他们掌握以后，毫无疑问不是增加美国的这个反间谍的成本吗？所以说，美国是反对整个欧盟、反对德国引进中共的华为5G的，因为华为5G显然对美国驻军是有伤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听，德国一意孤行。默克尔这个家伙坏透了啊！默克尔不仅仅是出生于东德，是东德共产主义训练出来的一个共青团员，而且他年轻时候不但是受到完整的共产主义洗脑教育，脑子里面沉淀着大量的共产主义毒素。尤其他年轻时候，他曾经长期充当东德的特务组织叫斯塔西的线人啊。这个斯塔西就类似于像苏共、像中共情报组织的特别情报员。虽然默克尔在后来他在事实面前不敢抵赖，他说他并不是效忠于德国共产党，他只是应付差事，换到比较优厚的待遇，换到他自己可以出国旅行的机会。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灵魂多么肮脏。也就是他为了利益，他充当东德共产党的线人，他就是为了换取他优裕的物质利益和他能够出国旅行的这个待遇，也就是他在利益面前他可以丧失他的良知的。那今年他当了德国总理，他照样为了利益，他可以放弃正义的价值观，因此呢就坚决要求跟共产党合作，要把华为5G引进到德国。所以说川普就教训他啊，川普就从德国撤军1万，也这还没有全部撤完。如果你默克尔一意孤行的话，那么美国没有任何义务在德国继续保护你们，就把德国的驻军全部撤掉。你德国你就指望着共产党来保护你吧？那最终就是这样吧。那为什么英国约翰逊能醒过来？因为约翰逊知道，如果一旦美军真的撤出北约的话，那英国就完全不设防了，也就是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都可以对英国进攻。那德国更是这样，易如反掌啊！可以讲中国和俄罗斯勾结，要消灭你德国是易如反掌。但是如果德国哪一天被消灭，你觉得是谁的责任吗？是共产党和俄罗斯的责任吗？共产党、俄罗斯都是默克尔引狼入室的问题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默克尔他如果追随共产党，最终的结果就有一天，德国人民他们所受的罪，就是默克尔这个新纳粹给他们导致的。美国对中共的打击是全方位的，他逐步的按步骤去履行。美国国务院现在已经公开竞标出售他在香港的大楼，大致有9万5千尺的美国在香港的自己的一个资产，这个资产开价4亿美金，低于当初购买价格的25%。美国为什么急于从香港撤侨？美国为什么急于在香港抛售资产？大家想想就明白了。美国一定会从中国和香港把他自己的侨民撤出、资产撤出。当全部清零以后，那时候美国打击中共是毫不手软，不会再有什么顾虑。所以说，这一天在不远的将来会实现。现在聪明的香港人，你自己应该考虑何去何从。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